1949到2000，这51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惊涛骇浪，也最波澜壮阔的半个世纪。我们曾经被国际孤立，曾经面临破产边缘，曾经在炮火声中入睡，但我们没有倒下。从战后废墟到经济奇迹，从威权统治到民主灯塔，这一路走来，步步都是险棋，却也步步都是奇迹。从1949年的风雨飘摇，到2000年的世纪转折，这51年间，中华民国是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我们的前辈又是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一砖一瓦地堆砌出今天的家园？这不只是一串冰冷的年份数字，这是我们的国家从谷底爬升的故事。请跟着我一起翻开这份属于我们的记忆档案。1950年，民国39年，这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最动荡也最关键的一年。在风雨飘摇中，这座岛屿为了生存，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阵痛。一开年，寒冬笼罩。1月6日，英国率先承认北京政权与中华民国断交，挪威、丹麦等国随即跟进。台湾的外交处于空前的孤立状态，国家财政也濒临崩溃。为了养活60万大军与庞大的公务体系，军费吃掉了高达90%的预算，政府被迫变卖日产与库存黄金，在破产边缘苦苦挣扎。然而，即便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民间依然寻求着心灵的慰藉。电影《阿里山风云》在此时全台热映，它的主题曲《高山青》，那激昂的旋律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这个苦闷时代里所有人共同哼唱的一首歌。而在社会角落，一项新的制度悄然启动。台湾省政府在1月正式公布《台湾省劳工保险办法》，为3月的全面开办打下基础，初步针对工厂工人提供生老病死的给付，为台湾的社会安全网奠定了起点。2月，国际局势更加险恶。毛泽东与史达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冷战在亚洲结构化，台湾面临更直接的共产势力威胁，但生命仍在延续。在高雄冈山的眷村，一位母亲是越南人的葛家，迎来了新生命葛元成，他就是日后叱咤秀场的青蛙王子高凌风。此时的台湾社会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好莱坞电影如《晴空血战士》仍是中产阶级的高级娱乐；另一方面，教育厅下令各级学校清查日文书籍，去日本化达到高峰，学生们被迫放弃习惯的日语读物，转而阅读生疏的中文书。而在经济命脉上，全靠台糖这只金鸡母。糖的外销赚取了全台70%以上的外汇，成为国家购买石油与机器唯一的财源。3月1日，蒋中正总统在台北宣布恢复职权，终止了代总统李宗仁政权，确立了迁台后的领导核心。为了肃清潜伏的共谍，保安司令部展开大规模户口突击检查。深夜急促的敲门声与手电筒光束，成为了当时民众集体的恐惧记忆。
为了遏制恶性通膨，财政厅常人险群祭出一招险棋，台银推出优利存款，月息高达7%，复利年息超过100%。这不可思议的高利息，成功诱使百姓把钱存入银行，不再抢购物资，奇迹似的稳住了物价。4月11日，在政府没钱加税的情况下，利用百姓想发财的心理，发行了第1期爱国奖券，每张15元的高价，头奖20万。这是当时老百姓寻求翻身的唯一合法赌局。校园里，国语推行委员会规定，集会与教学必须使用标准国语。许多乡音重的外省籍教师与习惯讲日语、台语的本省籍学生，在课堂上发生了无数鸡同鸭讲的误会与趣事。5月，国军全面撤离海南岛与舟山群岛，集中兵力防御台湾本岛，宣告了保卫大台湾的军事方针。这个月，日后的红顶艺人始祖菜头也在这时诞生，他将见证台湾未来娱乐文化的巨大转变。在张道藩等人主导下，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发起了文艺到军中去运动，这标志着战斗文艺时代正式开启，文学创作从此被严格要求配合反共国策。6月25日，韩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布鲁门总统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海，台湾从中共即将进攻的绝境中意外获得了转机。然而，内部整肃的枪声更加密集。前行政长官陈仪因投共失败遭枪决，象征旧时代终结。国防部中将参谋司长吴石也因共谍案伏法。他是当时潜伏层级最高的中共地下党员，案件震惊了军方。随着韩战爆发，美元恢复了，面粉、棉花成为市场重要物资。印有中美合作握手标志的面粉袋，后来常被民众缝制成内裤穿着。此时，官方强力放送作曲家李中和创作的《保卫大台湾》，激昂的节奏成为机关学校的必唱歌曲。但基层生活依然困苦，由于财政困难，中小学教师常发不出薪水，改零米、油、盐等食物配给是名副其实的穷教书匠。新台币发行满1周年，币值仍不稳，黑市美金黄金交易猖獗，政府派出经济警察严抓银楼私下兑换，试图控制金融秩序。与此同时，未来的党外运动重要人物陈菊也在宜兰3星出生。7月2日，花莲县率先举行第1届县议员选举，随后全台各地陆续展开。虽然处于戒严，但在形式上开启了地方民主，借此稳定在地势力。这个月，中华民国第12任与第13任总统马英九在香港九龙出生，隔年随父母来台，成为战后迁台精英第2代的典型。当时大学尚未联招，台大与师范学院单独招生，录取率极低，是无数精英学子的窄门。而在肃杀的政治氛围下，金幸之等人标榜不谈政治的通俗言情小说开始萌芽，成为民众逃避现实的出口。首批美元物资面粉、棉花、黄豆抵台抛售，便宜了物价，台湾人开始习惯了这段穿面粉带裤子的岁月。8月初，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旋风访台，与蒋中正总统展开历史性会谈。这次握手不仅确立了中美军事合作，更让中华民国正式成为冷战防线上的不沉航空母舰。有了外部的安全保障，政府随即在内部展开政治布局。8月中旬，全台第1届县市长选举由花莲县与台东县率先起跑。在戒严的高压氛围下，
推动东部2县的地方自治，成为了稳固基层势力、测试民主水温的重要筹码。然而，政治上的推进掩盖不了民间对第3次世界大战的恐慌。掌握黑市管道的特权商人与走私集团疯狂囤积盘尼西林与军用汽油等战略物资，导致地下价格飙涨。为此，政府祭出重点，宣布囤积生活必需品者最高可判死刑，以铁腕强行压住了物价。在军事、政治与经济逐步稳住阵脚后，随着美元资金到位，农复会开始积极推动农业与工业职业学校的实作训练。这项看似不起眼的教育计划，却为后来台湾轻工业出口导向的经济起飞，培养出了第一批关键的基层技术人才。9月，在外交战场上，联合国大会否决了苏联驱逐我国的提案，中华民国暂时保住了合法地位。在国内推行国语运动进入强制阶段，学校严格禁止方言，造成了本省级学生与外省级教师间深刻的隔阂。开学周被定为爱国周，校园内的纠察队强化了互相监督的氛围。产业方面，厂商利用美元棉花，在政府扶植下开始代工生产，这是台湾纺织成衣王国的起点。文学界则设立高额奖金，鼓励创作反共小说，导致了大量公式化文学作品的出现。10月，中国大陆志愿军入韩参战，美国进一步确认台湾作为东亚防线不沉航空母舰的重要性。双十国庆，全台学生被动员参加大规模游行，在烈日下排字喊口号，成为集体记忆。陈诚全面检查375减租成果，农村经济结构开始翻转。这个月，2位对未来台湾影响深远的人物诞生了。在台南关田的3级贫户家中，陈水扁出生；在板桥慈惠宫借住的厢房里，郭台铭降生。他们代表了台湾底层阶级流动的不同路径。但白色恐怖的阴影并未消散。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因发行地下刊物遭枪决。反共抗俄的口号渗透入生活每个角落，社会气氛全面军事化。11月底，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中共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台湾在国际法理上的地位暂趋稳固。在文化宣传上，台中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开始积极运作，拍摄农村改革与反共纪录片，奠定了日后中影的基础。整肃依然持续。台大医院外科医师郭秀从因参与左翼组织遭枪决，反映了最高学府与医界受到的政治冲击。教育厅则针对大量清寒学生设立微薄奖学金，这成为许多穷苦学生求学路上的救命稻草。社会的另一个角落，未来的政治金童赵少康在基隆出生，他的成长轨迹将与日后台湾的政媒生态紧密相连。而在财政方面，政府也开始研拟统一发票制度，准备在明年实施，以增加税收。12月，联合国军在韩战中败退，台湾转入长期堡垒化与军事化管理。寒冬来临，大量移入人口聚集在台北大桥头一带的贫民窟。政府与教会团体发起冬令救济，发放救衣与热粥。生于外省军公教背景的朱延平在这个月出生，
他未来的电影作品将带有浓厚的眷村记忆。民生方面，为了确保国家财源，政府加强食盐配给与茶基私盐，连最基本的盐都受到严格管控。岁末年终，随着《自由中国》杂志言论受到关注，以及白色恐怖加剧，许多本土作家选择封笔，文学界进入了失语期。12月20日，台大校长傅斯年在省议会答询时，因过度激动猝逝。回顾他在前一年4·6事件中，为了保护学生而对警备总部说出“若有学生流血，我会跟你拼命”的铁汉证言，他的离去，为这个动荡的1950年画下了一个悲壮的句点。1950年，民国39年，这一年，我们从被国际孤立、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悬崖边缘，硬是挺了过来。这是一段充满血泪与矛盾的生存史。我们看见了韩战爆发带来的历史转机，美元的面粉与棉花成为了市场的重要物资，但也看到了在白色恐怖与整肃下，无数在深夜急促敲门声中的恐惧。政府为了稳住阵脚，祭出月息7%的优利存款，甚至以死刑铁腕打击囤积战略物资的黑市商人。然而，在这片看似肃杀，甚至连发不出薪水的教师只能领食物配给的贫瘠土地上，希望的种子也悄悄发芽。从花莲与台东率先起跑的第1届县市长选举，开启了地方自治的实验。利用美元棉花开启的代工生产，奠定了日后中华民国纺织成衣王国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在全台各地的眷村、农村与贫民窟里，那些在这个动荡之年出生的婴儿们，日后将跨越阶级，成为主导我们政治、经济与娱乐文化的重要推手。这一年，台湾在风雨中站稳了脚跟，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峙与发展岁月。危崖上的岛屿没有坠落，而是长出了坚韧的翅膀。